唯一今天遇到了江爷爷在室外为宝家清理室外园区的场景，因为此时宝家成员都没有在室外，所以有问题可以直接面对面告诉江爷爷。而由各种友谊依旧对江爷爷讲道：“谢谢江爷爷把福宝养得这么好。”江爷爷一听到福宝，笑得简直不要太灿烂。之后，江爷爷托依依给福宝带话，表示自己过得也很好。而因为这2天连续下雪，工作量比较大，所以2个爷爷都在。瑞宝、辉宝这里每天都是双倍快乐。宋3岁放下竹子，转头发现自己门没关，立马又冲了回去，给一旁的辉宝给看傻了。辉宝表示刚才好像一只大黑耗子钻了出去。宋3岁回去后给爱宝把门打开了，爱宝摔辉宝进去，辉宝转了一圈，通道里也没什么东西，便又走了出来。辉宝一天没啥事儿就是溜达，自由大兵想干嘛干嘛，这一点随了他爹。今天人家都回家了，他爹还在室外园区睡大觉呢。只要有床乐宝才不管室内还是舍内，反正都有空调，在哪睡都一样舒服。只不过让老宋头又有点疯癫了，发了篇长文，意思是有意义的工作往往充满疲惫，轻松的工作也是没有意义的工作，一次发了8遍。宋3岁这都开始自己 CPU 自己了，同时也是自己摔了2个屁股蹲后的感悟。爷爷今天来收熊，遇到了坐在地上卖萌的瑞宝。虽然江爷爷不再发布每周的节目了，但面对这么可爱的瑞宝，自己还是要拿出手机记录一下的。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自己。江爷爷跪在地上给瑞宝找着角度。江爷爷和宋爷爷的拍照方式大不相同，宋爷爷一向都是贴脸拍，屏幕里只能放下身体的一个部位，多一点都放不进去，甚至有时整个屏幕都是毛发，突然跳转到某一个画面时都会分不清这究竟是哪一个部分。而江爷爷则是能用镜头清晰地表达出自己要阐述的内容，尽可能地展示更多的画面。辉宝这时看到爷爷一直坐着拍姐姐，辉宝好奇地凑上前，接着将爷爷的镜头便转给了辉宝。辉宝直接凑到爷爷身前，把姐姐挡住，让爷爷只拍自己。而江爷爷则不想只拍调皮的辉宝，反而更想拍懂事可爱的瑞宝，因为瑞宝这个样子让江爷爷联想到了福宝，想起了当时自己陪着福宝坐在小滑梯上温馨玩耍的样子。而辉宝这里看到爷爷这么喜欢姐姐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走上前对着姐姐就是邦邦2拳。江爷爷赶紧给辉宝抱开，辉宝看爷爷拉偏架更生气了，甚至都不想理爷爷了，自己爬到一旁生闷气。而瑞宝这里独自享受到了爷爷的陪伴。江爷爷抱起瑞宝，给瑞宝放回了家。等给瑞宝抱回去后，爷爷回来接辉宝，不过还没等接上辉宝，瑞宝就又溜了出来。而辉宝则用脚丫牢牢锁着爷爷的大脑，全身上下都透露出了不想回家的样子。江爷爷这次进入通道后许久都没有出来，应该是直接给辉宝抱回了房间。而瑞宝这里都快爬到树顶了，好在江爷爷趁瑞宝在爬到树顶上时赶到了园区，立马给瑞宝抱了下来，然后抱着瑞宝来到了通道门口，跟游客们说了再见，然后便拉着瑞宝往家走。不过瑞宝和辉宝一样，全身上下都透露着不想回去，爪子牢牢抠着草皮，都给抠出印子。辉宝看见宋爷爷来了，立马呼哧呼哧的跑了过来。宋爷爷为了不让辉宝误会，伸出手跟辉宝展示，表示自己这次没有带小零食，反复给辉宝查看。辉宝不信，就是想吃小零食。辉宝趴在小亭子上，不断的靠近宋爷爷。宋爷爷怕辉宝掉下来，还给辉宝往上扶了一下，然后又试图转移辉宝的注意力，跑到了一边。但宋爷爷殊不知自己这时已入了辉宝的圈套，辉宝一松手，给自己摔下了小亭子，然后晃了晃自己那摔懵的小脑袋，接着起身往前走去。直到这儿，宋爷爷才反应了过来，原来辉宝从开始目的就是想溜进通道门。好在宋爷爷反应了过来，及时赶在了辉宝的前面。辉宝现在是越来越聪明了，辉宝之后又虚晃了一下宋爷爷，完全是在故意挑逗爷爷。玩开心的辉宝最后乐颠颠的重新爬回小亭子上，抽出一根竹子开始大快朵颐。而树上的瑞宝这时则伸了个懒腰，示意自己睡醒了。瑞宝从树上下来，走去了妈妈身边，试图从妈妈那里混口吃的。瑞宝转了一圈，发现妈妈给小零食吃的很是干净，一点渣渣都没找到。瑞宝兜兜转转了一圈，最后来到了辉宝这里。瑞宝走过来，直接坐在了辉宝身上。瑞宝是会挑地方的，辉宝则是努力给自己挣脱出来。实际上，瑞宝是想霸占辉宝的这个位置，因为这里可以依靠着身后的独木桥很舒服。而且，瑞宝不止霸占了辉宝的位置，还给辉宝刚才挑选的竹子也抢了过来。辉宝这里重新挑选了一根竹子后，带着竹子去到了树上，是要和姐姐分开坐。宝对室外向往了一天，在下午临下班时，终于踏上了室外园区的雪地。
姨母和永宽为乐宝来室外做了充足的准备。姨母和永宽为乐宝制作了2个雪人，做雪人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乐宝玩耍了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园区后，径直爬上了小亭子。乐宝先是吃了一会儿自己的小零食，补充了一下体力，稍微吃了几口就开始玩耍了，就连雪人上的窝头都没注意到，抱着姨母堆的雪人头一顿磨蹭，没几秒就给雪人头蹭了个粉碎。蹭了一会儿后，才发现刚才掉落的窝头，乐宝又停了下来，先将窝头吃掉。吃完窝头后，乐宝才开始正式享受着厚厚的白雪。乐宝从小亭子上下，来到了永宽堆的雪人前。乐宝一个熊抱雪人碎一半，爷爷忙碌2小时，乐宝使用2分钟。当然，姨母也没有忘记瑞宝辉宝，姨母堆了2个小雪人送来给瑞宝辉宝，还在上面插了小苹果。姐妹俩对这迷你小雪人也很是喜欢，尤其是辉宝吃完小苹果后，捧起小雪人放在自己身上一番宠溺，表现出了简直不要太喜欢的样子。辉宝总是懂得如何给人提供情绪价值，而姨母也被辉宝这玩耍小雪人的样子哄得很是开心。想到一个人的心是藏不住的，是什么让平时温顺的爱宝面露粉色？起因是今天爷爷在园区放置了一些王竹，而福宝这里比爱宝率先来到园区，福宝就认为这些竹子是自己先发现的，那这些竹子就是自己的。爱宝表示这么多竹子福宝也吃不完，于是便打算帮福宝解决一下。哪知小心眼的福宝看到妈妈吃自己的竹子，一下就咬在了爱宝的尾巴上。福宝这一咬，差点给咬断自己与爱宝之间的母子情。爱宝和福宝互不认错。第二天，江爷爷来到房间，看到爱宝和福宝谁也不搭理谁，母女俩对角坐，而江爷爷则做起了和事佬，让福宝给妈妈道个歉。福宝，你是不是对妈咪做错了什么？快给妈妈认个错吧。此时的爱宝缩在一团，从未对福宝有过如此的冷漠。爱宝独自一人去到隔壁房间吃饭，江爷爷偷偷对福宝讲，让福宝乖乖和妈妈认错。爱宝一个人给福宝带大很不容易。福宝听了爷爷的话，主动跑去妈妈身边和妈妈说话，试图缓和自己与妈妈之间的关系。同时再加上江爷爷在一旁的助攻，母女俩很快便重归于好了。辉宝姐妹俩最近都相互看对方不顺眼，辉宝因为体格子大想要做老大，瑞宝也不是面团捏的，根本不怂辉宝。姐妹俩这一天从树上打到小亭子上，一刻不停歇。瑞宝辉宝从早上刚出门就开始争抢，看谁先去到小亭子上。辉宝从后面咬住了瑞宝的尾巴，紧接着又站起来拦腰抱住了瑞宝，然后抱着瑞宝向后一躺。由于辉宝体重上的压倒性优势，一下就给瑞宝从爬梯上拽了下来。辉宝一个锁脖，牢牢给瑞宝按在了身下，接着顺势骑在了瑞宝的身上。辉宝的蛮力真不是瑞宝能够轻易挣脱的。辉宝眼看瑞宝一时起不来了，自己赶紧抓住机会往小亭子上爬，而瑞宝这里眼看蛮力打不过瑞宝，选择了用脑子跟辉宝斗。瑞宝绕了个远路，从小亭子的一侧爬了上去，而等瑞宝爬上去后，辉宝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们光君还真就是一个虎妹子。姐妹俩去到小树上后，辉宝先是毫无征兆的咬住了瑞宝的肩带，而手上和脚上也不老实，老想踩瑞宝的头。看得出辉宝是想当老大了。看到瑞宝想爬起来，辉宝赶紧咬住瑞宝，给瑞宝按了下去，给瑞宝揍得毫无还手之力。而瑞宝作为大姐，总是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，这让辉宝更看不下去了。辉宝越闹越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而瑞宝就这样一动不动，忍受着辉宝的折腾。这不单有大姐的样子，甚至隐约吐露出了一丝爱宝的气息。所以奉劝辉宝还是放弃当大姐的念头吧。瑞宝现在这气场，辉宝恐怕还得再多练2年。